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慧的厨房。今天跟大家分享排骨包子的做法，这是我家传统的包子的做法。我在这里减少了菜量，很适合新手操作，不容易失败。掰开包子，一整块的排骨在里面，让我们快来看看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准备面粉500克，270克温水，倒入5克酵母，5克白糖，用来激发酵母活性。搅拌搅拌，一点一点地倒进面粉里，一边搅拌一边倒入，这样制作出来的面团质地比较均匀，搅拌成棉絮状，就用手将面揉成团。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一个很软的面团，所以比较容易制作，2-3分钟就可以揉好面团。现在的面团还不够光滑，没有关系，盖上保鲜膜醒面10分钟，10分钟后再揉面2分钟，就很容易揉光滑了。面团像这样的就可以了，盖上保鲜膜开始发面。这个时间我们来准备馅料，这里是300克排骨，排骨的长度最好是3到4厘米。再准备一块花肉，不到150克，多一些肥肉吃起来比较香。先来切花肉，切片，切丝，最后切成丁。我今天做的包子的馅料全部用丁的形状，这样会增加口感，吃起来非常香。我们切一些葱白，大约25克，切碎就好。再切3片姜，大约5克，先切片，再切丝，最后切成末，越幼越好。不喜欢吃姜的可以放一些姜粉。现在开始调味，放入13香1/4茶匙，生抽1汤匙，老抽1/4茶匙，自制葱油1/2茶匙，自制花椒油1/2茶匙，香油1/2茶匙。将馅料充分的搅拌均匀，盖上保鲜膜防止风干。白菜230克，我这里减少了白菜用量，便于新手操作。如果你是一个面食高手的话，这里的白菜的用量可以翻倍，更加好吃。将白菜的梗和叶子分开处理，梗的部位先切丝，再切丁。块大了也没有关系，这种丁状的包子馅儿吸收并锁住了汤汁，一口咬下去特别有满足感。叶子部分比较薄嫩，切更大块的丁就可以了。放入3克盐，颠一颠盆子，使菜粒均匀地沾到盐，腌10分钟。10分钟后，我们像这样给菜做一个按摩，然后用力将菜里面多余的水分挤出去，尽量挤干一些。白菜含水量大，挤出多余水分，再吸收馅料的汤汁才美味。将白菜和肉馅混合均匀，最后再放盐，盖上保鲜膜防止风干。面已经发到2倍大，手指蘸上干面粉，戳一个洞，不回缩。案板上撒少许干面粉，将面团转移到案板上揉面。这一步的主要作用是排气，大概揉1分钟。将面团切成4份，3份盖上保鲜膜防止风干。取一块搓成长条，切4份，做成每个50克左右的面剂子，按扁，用擀面杖从中间向边缘处擀出去。你能听见气泡破裂的声音，这是进一步排气，防止大气泡在蒸的时候顶破面皮就露馅了。尽量将气泡排干净，然后将面皮的边缘处进一步擀薄，擀成这样，直径在12厘米最好。现在开始包包子，先放入1勺馅儿，用勺子按扁，然后放入一块肥美的排骨，整理一下。如果排骨比较大，也可以先放排骨再放馅料，以防止排骨戳破包子皮。顺着排骨方向，将包子对折成半圆，左手4个指头弧形托住包子。我们从半圆形的一边开始捏褶子，要用力而均匀地捏，左手不断调整方向，并用左手的食指辅助右手捏褶子。左手拇指可以将松散的馅料压进包子里，这样你可以包进去更多的馅料。瞧，一个柳叶形的包子就包好了。这是我家排骨包子的御用形状。用这个形状，你可以包进去很大一块排骨。垫上一块烘焙纸，防止粘黏。
快速地将剩下的包子包完，尽量快速，使得酵母在最大效力的时候进行2次醒发，这样包子不容易塌陷。很多朋友都认为发酵时间越长越好，殊不知酵母的发酵是有一个曲线的，发过了反而是你包子塌陷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。都包好之后，将包子放入蒸屉，等待2次醒发。当你看到捏的褶子处都胖起来了，轻轻按压包子表面，能慢慢的回弹就发好了。冷水开大火，上气后大火蒸5分钟，转中大火再蒸15分钟。蒸好后关火，不要马上打开盖子，关火2分钟后打开盖子，看这一锅热气腾腾的包子，掰开一整块的排骨在里面，白菜吸足了馅料的汤汁，肉丁使得馅料非常有口感，咬上一口鲜嫩多汁，非常有满足感。这就是著名的山东排骨大包子的做法，赶紧给你的家人做来吃吧。喜欢这支视频就请你给我点个赞吧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哦，谢谢您的观看。